刚才还看到大片的野葱和野蟹，怎么一下子就这么大的雪啊？那骑驴老人不是说了吗？这里是雪窝子，只是现在才是初冬啊。西行之路原本就苦寒，要是真出了赛啊，8月飞雪也不奇怪。苏明，你说的寺院在哪儿啊？应该就在前面。义兄，寺院没找到，客栈倒有一家。魔家店。走，去看看。等等，再往前面走看看，住个官家驿馆。不是说在几十里之外吗？可这地方看着实在有些古怪。一般来讲，这私人逆旅当开在路边，以招揽过往客人。你们看这家店，却孤零零地建在荒野深处。这逆旅不仅古怪，没准还有些来历。有没有来历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肚子是真的饿了。卢凌风，你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小心了？我去云顶上任，你们随我西行，责任在肩，不能有半点闪失。再往前走走看，还是找个官家驿馆吧。你们俩看我也没用啊，咱们都得听卢县尉。站住！你不能走！你吃了2只鸡，只给了1只鸡的钱，你不能走！鸡师公，卢凌风，这下住不住由不得你了。走。我问你，1只鸡几条腿2条。说的自信一点。2条，没错，绝对是2条。那2只鸡几条腿4条腿。这就对了嘛。我吃鸡只吃掉了2条腿，那我不给1只鸡的钱，我还要给多少啊？不可能是2条腿，你耍赖！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打死你！我！还有，哎，干什么呢？你怎么又没正事干了？他耍赖他！谁耍赖了？李店主，你要是不相信，你把我吃过的鸡骨头拿出来数一数，看到底几条腿。你先回屋去。还是女店主明事理，占了便宜还不走，就不怕我一生气把你和鸡一块炖？我是有2条腿，可是我没翅膀啊！再说了，要炖我，你们店里有这么大锅吗？滚！我不跟你一般见识。若问人间最落世，混吃混喝自逍遥。哎，你们，你终于说出自己的人生志向了。你们也是走的小路啊？前面那个大斜坡子，看你们这个样子，应该是没摔着。飞叔，是谁打了你？可是刚才那个伙计，我替你教训教训。哎，不用，刚才不是说了吗？那个大斜坡子，雪大路滑，我连人带马就滑倒了，马摔到那深沟里去了，我费了半天劲我才爬上来，就这样了。还是义兄走南闯北见识广，见雪大就让我们下马牵着走了。你所说的深沟啊，应是地裂所致。山间的这种深沟，有的深100丈，你没事就好。我老费命大，老天爷不收我。那咱们回吧，走大道，走。哎，你吃饱喝足，可我们还饿着呢。老费，你急着走，何故啊？他们家怪，也说不上哪儿怪，
反正就是这怪。魔家店看上去还挺新的，不像古旧凶宅。再说这么大的风雪，要不咱们就住这儿？可是这里怎么遇到这么一个荒野逆旅就不敢住了？这要是让刘十八知道了，都得笑话咱们。刘十八是谁啊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们跟我说过，那个叫什么甘棠义的。这个地方比甘棠义还要古怪。哎，我说，真要住啊？古怪。我又不急着去云顶赴任，路遇古怪探其究竟，岂不乐哉？嘿，原来你苏明是为了好玩啊！你比我还没正事儿。走。店主，我们5人要住店。我这魔家店，可非凡夫俗子所能住。要想进店歇脚，你们每个人都需亮出绝技。这是什么规矩？店是我开的，规矩也是我定的。老费，啊，刚才你亮的是什么绝技？刚才没这规矩呢。他说的没错，规矩就是刚定的。怎么，有钱都不赚？我这店里已有客人，你们人又不少，若是都住下，这大雪再下几天，我店里的吃的恐怕就不够了，那就得到几10里外的镇子上去买。天这么冷，我可不想折腾。那干脆咱们继续赶路。这店，我非住不可。绝技，亮给你看看。樱桃。好秀剑，这绝技可住否？你可以进去了。我需要点时间。那我先来。可住否？当然。我好了。不知可否？料比丹轻啊，请吧。你们2个没问题吧？要不我给你看看病啊？放肆！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要是有什么救急，我还真可以给你看看。你别不识好歹啊！谁愿意住你那店呀？你这老骗子！我定这规矩就是为了不让你再进店，出去！如果我还有些本领，能不能也把他带进去啊？哎呀，那就要看你有多大本事了。那我就来说说此地的来历。6朝时，有得道高僧魔石大师在韩州与长安之间修建寺院，期间受盗挖金银者恐吓，大师不为所动，心无旁骛，不仅建成了金刚寺，还译出了很多传世之经书，并最终感化了那些强盗。我想这里应该是金刚寺遗址。你瞎猜的吧？怎么会是瞎猜？外面的山坡，在这个季节还同时长有葱蟹，在大雪中却仍郁郁葱葱，可谓奇绝，是山下有金银之兆也。正所谓山上有葱，下有银；山上有蟹，下有金。且前随古籍《6朝11记》中
就曾经记载，金刚寺周边就长有葱县。我还在几里以外的山坡上看到了6朝的石灯，字迹虽已模糊不清，但现在想来，应该是“化道成佛”4个字。还有就是此地正处于杭州与长安之间，这就都对上了。所以我推断，这里就是金刚寺遗址。我说的是绝技，你就只动动嘴皮子。怎么？这不算吗？但若不让你进去，你定会说我言而无信。好，那我就抬抬手放你们进去。不过他只能住柴房。凭什么？就凭你吃了鸡赖账。罗凌风，他对你的恩人不恭敬啊！多喝点酒，身子暖和了，住柴房也就不冷了。哎，罗凌风，你哪头的你？我觉得罗凌风说的对，你一个人住柴房，想喝多少喝多少，没人说你贪杯，不是挺好？我不住柴房，我要住上房。一个书生，2个商人，其中一个是粟特人，不是做香料生意的，就是做珠宝生意的。而另一个嘛，若非游侠，便是刺客。别看了，都是来躲避大雪的。跟我来。怎么样，上房不错吧？话说前头可不便宜。贵点可以理解，毕竟这大雪封山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嘛。你们4个人每人500钱，住柴房那个150钱，4匹马500钱，95个人1000钱，总共加起来就是3650钱。啊？这么贵？就这个价，不住赶紧走。罗兄，咱可不能吃这亏上这当。走，走走走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等一等。喜君，他胡乱要价，我们不住。女店主，你的价要的太高了，要不是风急雪大，我们定不会让你得逞。这是5两银挺，剩余的明早找给我。但我们要住2间上房，饭菜要上好的，酒也要管够。好，旁边那间上房也给你们，怎么住你们自己定。但他必须得住柴房。哎，哎，你们嘘。哎，明明知道这是黑店，你们干嘛非要住啊？罗凌风，他图好玩，你图什么？在石阳已经耽误10几天了，你不着急到云顶去上任了？哎，还有你喜君，5个人4匹马，他收那么多钱，你就给啊？是太贵了。济世公，难道你没看出来啊？他俩是觉得这家店有蹊跷，想一探究竟。刚才说要走，并非本意。哦，喜君也学会了障眼法。刚才那样是为了不让那女店主生疑心。对呀。哎，哎呀，若真是黑店，下面那几个应该都是一伙的。不然只凭女店主和那个老伙计，
还真不敢让我们这么多人一起住。那个老伙计，你先说。刚才我有意掂了掂他用的家伙，有些分量，那只是根棍子，可他用起来时，我曾随恩师督巡边关，他动手时的那个姿势，看着很眼熟啊。说什么呢？等一等，没事，可以喝了。你刚才放的是什么呀？永安丹，能试毒，也能试出迷药。若水中放了东西，加入永安丹，就会起水泡。樱桃，厉害呀！雕虫小技而已。雕虫小技有时候管大用。这种建造于荒野的逆旅，庭院两边一般是厢房，中间是正房，怎么多了个祠堂啊？而且又那般古旧。不仅古旧，这座祠堂的建造方法也与其他建筑完全不同。我一进院儿就发现这祠堂应该有些来历，我似曾相识，但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。我来的时候碰到了一个血窝子，哎呦，那太危险了，好多马匹货物，这全都掉下去了。这一眼望去，那底下密密麻麻，全是尸体。幸好我幸运，这旁边拉了我一把，这才没事。店家来了。嘿，又来一位，我倒要看看，他怀着什么绝技。我乃江山人，正遇大雪，投宿于此，还请店主行个方便。那快请吧。哎，为什么他不用施展绝技就能往里进呢？店是我开的，规矩是我定的，与你何干？这大雪若是连下几天，恐怕这店里的吃的就不够了，还得去几十里外的镇子上买。天这么冷，我可不想折腾。这是谁说的？这是为了这位贵客，我愿意折腾。让开！不让！哎，那个什么山人，此店可非凡夫俗子能住的，要想在这儿歇脚，就必须亮出绝技。你什么你？你若是想凭自己的俊俏让这位女店主修改规矩，那就往里请吧。毕竟店是人家开的，规矩是他定的，我就不便多嘴了。你别搭理这个骗吃骗喝的老酒鬼，快请进。绝技是，在下现场便是。哦，还真会绝技呀！哎，大家快来看呐，有绝技了，快出来看热闹啊！走啊，看热闹去。好啊，走，去看看。
才小失幻术，去爬了爬东晋的崇山峻岭，累得脚疼。休息时，见有人负鹅龙而来，欲借鹅龙歇脚，但后来想还要投宿，便回来了。阳羡书生。如此说来，今晚就不用劳烦女店主了，就让这个江山人吐些美酒佳肴，让我们大饱口福。最好啊，吐出个美人来，陪我这个朋友喝酒如何？哎，甚好甚好。江某虽习得一些幻术，口吐美酒佳肴确实做不到，人更吐不出来。这不是空欢喜一场吗？这，当着这么多读书人的面班门弄斧，见笑了。喜君，这是哪卷书啊？我怎么没有读过？是个志怪故事，回头讲给你听。山人，别站在雪里了，快进来吧。多谢店主。请。你这店开了也得有7、8年了吧？好。我的意思是，应该存有陈年佳酿吧？当然，好眼力。我这店开了得有10年了，自然有陈年好酒。上菜。啊，菜不着急，酒却是要越快越好，好暖和暖和。好。哎，我们的酒也赶紧上啊！跟菜一起上，还有上鸡的时候数数几条腿，别回头又说我赖账。你们俩看我干嘛？江兄，方才见你幻术了得，竟能画出阳羡书生的意愿，着实神奇。在这风雪之夕，相逢这荒野逆旅，可否怜席共饮？说得好，相逢即是缘。来，我也来一起喝。一起好啊！啊，一起好，正好我那边酒喝完了。老米啊，快来，咱们一起联席，哎，共饮。把行囊放下，谁还偷你呢？那可不行，我这一袋子东西，等你考中进士之后，做10年官的，不能放。吹吧你！对，我在吹牛。你看，现在都吃上你了吧？以后在这种地方，你就不能打肿脸充胖子。你这……承蒙厚爱。你这一金尺，他得多花不少钱。不怕，这位仁兄气宇轩昂，一看呢，便是有钱人。哎，那位仁兄，你不过来？各位，请。
夜中不能寐，起坐弹鸣琴。薄帷见明月，清风吹我襟。孤鸿号外野，翔鸟鸣北林。徘徊江河间，忧思独上心。大雪漫天，不见明月。阮嗣宗的咏怀诗，不太适合吧？是不太适合，但我喜欢这首诗，是因为它没有被赋予更多的弦外之音，它唯一所表达的就是悲伤，仅仅是悲伤。为何突然如此伤感？触景生情罢了。哎，面对这漫天大雪，你又想用哪首诗来感怀啊？我只想到一句：江山寥落，居然有万里之势。好一个有万里之势！毕竟你曾经是中郎将嘛，正如恩师当年对你的期待。谁在里面？出来！快出来！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嚷嚷什么呢？那里边没人。我明明听见了动静，若不是人的话，难不成是鬼吗？胡说！祠堂里面只有神。神？能否让我们看看？天这么晚了，若是搅扰了神明，就不怕今夜把你们谁的命射了去？摄人性命的那还是神吗？还望女店主成全。好吧，开门。这是神？什么神？我也不知道，但它很灵，受了香火，店里便相安无事；但若不供奉它，一到夜里就闹鬼。哼！如此古怪的神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老米，你认识这神吗？就算他认识神，谁也不认识他。别磕了，多吓人呐！就是拜错了神手出事儿了。去，不要妨碍我拜神。每次拜神后，我都要为神掸去灰尘。这里好冷啊，我们回去吧。尽管此神十分威武，我要在这里彻夜侍奉，以护佑我今后平安。不行，给他拿条被子。
山人，我敬你。来。哎，那女店主，我们这儿这么多人你不敬，为什么单敬他一个人呢？我乐意敬谁就敬谁，用得着你管？滚！好生无礼！不敬酒也就罢了，还骂人。先前骂我，我没理你。现在我这么多朋友都来了，住你的上房，吃你的酒食，整块的阴亭都转了，你还骂我？我这么大岁数，是让你骂的？倚老卖老是吧？好，我敬完山人，就敬你。山人，再谢店主。该你了。哎，光喝多没意思，不如玩点刺激的。怎么个刺激？土罗刀子如何？这玩意儿太危险，不玩。你不敢？他不是不敢呐，我还想喝100年酒呢。那可就不是我不敬你，是你不值得敬。哎，老飞，行了，喝酒，来。这匕首的刀刃，平时缩在柄部，这一圈有9颗宝石，只有1颗被按动时，刀刃才会刺出。游戏规则是2人参与，1人转动按钮交予对方，对方将刀放于自己胸前，按动尾部按钮。若刀刃不出，便由转钮之人敬他1碗酒；若刀刃刺出，那在场的所有人都要敬他1碗酒。哎，看你施展绝技时甚是英武啊，咱俩来啊！这土罗刀子，我之前就有所耳闻，曾流行于西域，早被大唐所禁。本人绝不参与。原来是个中看不中用的。你算了，剑客，抱着把剑挺唬人的，这时候装听不见。唉，想不到这大雪之夜，魔家殿内竟无1人有胆量。我来。不过我要加个赌注，就是你刚得的那块金饼。好，如果我输了，就把金饼给他。主人，凶险，不可呀！你还管上我了？主人，放下金饼，给我滚！金饼就在那儿，你什么赌注？我输了，留下给你做赘婿。我总比你那不听话的老伙计强多了吧？关键是，我可以为你花前有诗，我温柔的很呐。你要是输了，你就死了，做你的温柔鬼去吧。哦，那我去再想想。不行，话已出口，赌局既成。不。
请吧。赢了有金饼，输了得美人。我想说的是，如果死不了的话，那可是两头赚呢。郎君，敬你。到你了，快转！娘子，请。啊！死了！去后门看看那个老伙计。那老伙计从后墙跳出，早无踪影，但看见3个人正朝魔家店而来。来的是官家人。啊！哎呦！不是，那个，你们也都看到了啊，玩点刺激的，是他提议的。这土罗刀子也是他自己的，他赌输了，自己被刀子刺死，与我兰君怎无关？诸位，玩北京的赌博游戏，还在眼皮子底下闹出了人命，若被追查，我等都逃不了干系。那你有何建议？店长，我家县尉至此还不出来迎接？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哎呀，风雪太大，刚才没听见。您是？我乃龙泰。雪大天寒，寻酒暖暖身子，只喝不住。啊？不住店啊？怎么不行啊？你这店主还想左右我们龙县尉？我没有那个意思。
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我是说，天色已晚，雪又下得这么大，店里有空房，住下也无妨。我再说一遍，本县尉只喝酒暖暖身子就走，懂？了然，了然。那还不快请县尉进屋？啊，对，快请快请。老费，你上楼干嘛去？睡大觉去？我真是瞎了眼了，请你当伙计，你天天偷鸡吃偷酒喝我就不说了，这贵客来了，你还不下来赶紧招呼客人？来了，主人，我不敢。去拿酒去，我拿酒去。贵客里边请。这金饼是否应该分我一半啊？不然我怕我忍不住告发你呀！死了人在场的都有份儿，别想趁火打劫。龙县尉深夜进山，这是在查要案吧？路过而已。路过？龙某非本地县尉啊，是从杭州云顶县而来，前往长安上任的。我家县尉已被任命为长安万年县县尉。哎呀，那能到京师当县尉，那一定是朝中有人吧？何意？你是说，龙某是靠他人上位？我可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在这儿荒野开此小店，有年头了，还是头一回遇见进京赴任的官员，真是蓬荜生辉啊！蓬荜生辉。酒来了，来，给我。菜呢？哦，菜。哎呀，哎呀，这酒足饭饱，兄台，咱们也上楼休息。橘子啊，我也不胜酒力了，那就不喝了，明早还要赶路呢。你走。哎呀，小心点啊！来，菜来了，来，给我。哎，这算什么？就给我家县尉吃这些？这柜台里就这些了。是这样，你们也看见了，今天的客人多，把菜都吃光了。啊，这样，我这就去厨房再找找啊。你们先喝着，稍等。看架势，这女店主应该经常玩土落刀子的游戏，只是还没怎么着，自己就死了。现在又来了县尉，万一尸体被发现可怎么好？毕竟藏尸，你我也有份。已经发生了，就没什么好怕的。只是一堆人住在这无主之店，今夜还真不知道会不会继续出事啊！哎，你没觉着吗？有苏无名和卢凌风在的地方，就是爱出事。还真是。
敢问兄台，尊姓大名？我姓卢，无名之辈不值一提。客气了。多亏卢兄同伴，扮作店主，要不然我们从装束上看，那位抱剑的仁兄，因常年行走于江湖，不想与官府纠缠，才出了藏尸之策。谁又想与官府纠缠？要不是这么大的血脉，我也不会投宿这荒野逆旅。天色已晚，不会有人来了，把大门关上吧。哎，嘿，真把我当伙计了？有鸡，炖上2只。哎，炖鸡太慢了，那3个一看就是急性子。那炖上几只，明天早上吃不行吗？一天天就知道吃，这么多东西，够几十人吃个把月的。按说这是逆旅，存点食材也是正常。可那个女店主实在是太可恶了，明明有这么多吃的，她愣说大雪封山，吃的不够，她要拒我们于门外。老费，死者为大，就别跟他斤斤计较了。说的也是，年纪轻轻，就一刀正中要害，连个施救的机会都不给我。这样，做糊饼，烤羊肉。这你也会？不会是在石阳跟马怀学的吧？少废话，生火。去，打满酒，待会儿带上吃食，路上喝。还真要走啊？雪已经停了，正好赶路。哎呀，可这么晚了，困得厉害呀。要不睡上一觉？我叫你打酒。哎，是。哎，那有一大缸酒。
吴兄，恐怕咱们得下去解释清楚了。江兄，你觉得能解释得清楚吗？别呀！嘿嘿，别让贵客自己动手啊！嘿嘿，哎，我跟你说，哎呀，这要是让我们主人看见了，他又得骂我。哎，刚出炉的胡饼夹烧羊肉，你们香不香？还真香。香还不赶紧吃，趁热呀！来，请慢用。真不错。不错，还真香啊！没骗你们吧？刚才你不就是想打酒吗？我跟你说啊，这缸里的酒不好喝，才灌进去10天，它能好喝吗？所以就得把它盖起来。要说打酒啊，还得上柜台里边打，那都是多年的陈酿。你放心，给你们装得满满的啊！不错。这肺属临危不乱，大将之风啊！兄，女店主，今晚高兴，我要喝酒。哪儿来的女店主？老米，你老惦记我媳妇儿干什么？他是何人？干什么的？那个，他是做珠宝生意的，怕吵，非要住到祠堂里。我本来是不答应的，可他老缠着我媳妇儿，我媳妇儿好说话，就让他住到那儿去了。下这么大雪，我媳妇儿担心孩子，回家去看孩子了，明天才能回来。哎，我警告你啊，你再惦记我媳妇儿，缠着我媳妇儿，我就把你撵出去。这是这么香的？这是新烤出来的羊肉糊饼，你要想吃得另算钱啊。单算法。我还是回祠堂再吃吧。对，酒，我要酒。有。酒也得另算钱啊！好。老费啊！刘县尉，羊肉的味道还不错吧？来。哎呀，不好啊！来，痛快。身子也暖和了，困了。小魏，这客栈还算干净。那你们留下睡。我不是这意思。
县尉，等等啊！虎鞭拿上。县尉，老费，还不赶紧给县尉开门去？哎，好嘞，好。米托被杀了，血，全是血！你又不是本地县尉。对呀，别耽误了夫人京师的刑期。我虽非本地县尉，刑期也固然重要，但人命关天，岂有不查之理？让开！走。此人来时可携带物品，有个行囊，还挺大的。对，喝酒的时候还背在身上呢。咋没了？地山神啊，挺灵的。我问你，大半夜的，为何来这祠堂？我睡不着，我就想看看这弥陀到底想干什么。他是做珠宝生意的，又是粟特人，精着呢，没什么原因才不会来这祠堂的，冷飕飕的，所以我怎么没看到你出来？走的是后门。后门？那你为何从窗户跳进这祠堂？不是怕你们看见吗？为何怕被别人看见？我捆了！县尉，县尉，你听我解释啊！县尉，听我解释啊！我看这案子不难查，院门锁了，围墙也不低，这么冷的大雪天，凶手连夜逃走会被冻死，估计仍在这逆旅之中。来啊，在，把所有人召集到大厅，记住，是所有人。是。怎么了？这是？不是，我这刚睡着，什么事儿啊？就在刚才，粟特商人米陀被杀。本县尉已勘察祠堂内外，断定凶手就在你们当中。你要说什么？我说什么呀？你是不是跟米陀一起来的魔家店？对，我俩是在长安相识，后在渭城一重逢。他去兰氏城，我去碎叶城，故结伴同行。那米陀的行囊可是被你偷走的？我没有，刚才我趁你们不注意，
偷偷下楼，从后门溜出去，到祠堂找弥陀。县尉，尸体是我发现的，我也证明我的清白了，不是我干的，赶紧给我松绑吧！啊！你们这些人，除了店主和伙计外，其他人在我进店后不久，就都上楼了。而柜台旁的那个后门，刚好在我看不见的地方。从时间推断，有人趁弥陀前来找酒之际，从后门溜出，潜入祠堂，待弥陀返回之时，将其杀害，并偷走行囊。凶手是谁？不如从实招来。龙县尉，这是要查案？荒野逆旅出此凶案，我不挺身而出，还能等谁呢？我一直在屋里睡觉，不关我的事。关不关你的事，不是你说了算。你的意思是，你说了算喽？可你并非本地县尉。不是本地县尉又如何？我身为朝廷命官，随时吉凶我之责也。你抱着把剑装什么侠客？我看你就很有嫌疑。可笑！哎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不要在我的小店闹事儿。你少说两句，坐下，坐下。那你如何断定凶手在我们之间？万一是来自外面的人作案后潜逃，有何奇怪？若是外面的盗贼作案，又怎会知道祠堂里睡着人？再者，本官已将魔家店内外尽查，雪地上并无足迹，也就是说，雪停后并无外人进过此逆旅。哎呀，难怪提拔为京师的县尉，果然厉害！混账！你是什么东西？轮得着你评说县尉？他虽是你的伙计，但上了年纪，你怎好出言辱骂？我知错了，知错了。接下来，我要一个个的询问。当然，你们也可以相互揭发，我指谁，谁就给我坐到这口大缸上。你们每个人都要说清楚，今晚上楼后都干了什么。说之前，需报出自己的姓名、籍地、作何营生，又去往何处。你先说。对，就是你，上纲。我叫卢无名，范阳人士，居长安。此番携家眷去敦煌，到莫高窟还愿。家眷，我进门时见你4人同席，2男2女，哪个是你家眷？那你为何不与家眷同住在一起，而与他进了同一间房？
是我在路上与这位姐姐相识。我问你了吗？今日在这里，见江山人清雅脱俗，便有了结交之意，同席共饮，相谈甚欢。本想一醉方休，聊到天亮，没想到县尉来了，怕打扰到您喝酒，就上楼聊天，有何不可？还没说你作何营生？吟诗习武，算不算营生？姑且信你。我乃韩州江山人，修炼于青山，飘荡于江湖。正如卢兄所言，上楼后，我二人一直谈古论今。宝剑的，该你了。无名无姓，天地游侠，上楼后便不曾下来。至于其他的，无甚可讲。无甚可讲？待会儿若是发现你撒谎，有你好看！本人姓蓝，名举子，扬州人，无业。此番西游，只为增广见闻。你不是举子，我叫蓝举子，举子是我的名字。上楼以后，我再也没出来，外头实在太冷了。贾不离，魏州人，客居长安，做珠宝生意。其他的刚才都说了。我叫裴喜君，长安人，随夫君去莫高窟还愿，路遇樱桃，结为姐妹。今晚同住，进屋就休息了。楚樱桃，潭州人，自幼丧父，流落江湖。有幸结识喜君妹妹，相约西行，今晚同住，并未下楼。店主，啊，该你了。我？不是，那个弥陀抱着酒和胡饼回到祠堂之后，我不是一直在您身边伺候您呢吗？我没有机会行凶啊！我说你行凶了吗？但你不要以为我让你一起勘察就是信你，我是怕你跑了。龙某探案多年，什么样的凶手没见过？你故意留在本县尉身旁，也许就是为了给同伙制造机会。那弥陀一进门就喊女店主，可见与你娘子甚是熟络。你因猜疑而起歹意，自己不敢行凶，便雇佣了杀手，还不如实招来。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容易招供，大请伺候。是。哎，等等，这就要动刑了。那我问你，这小店一共就这么几个人，你说哪个是我雇的杀手？我是诈你呢，坐到杠上去。我也得上杠。你说呢？我姓苏，叫苏凌风，本地人。之前呢，在雍州武功县做点小买卖，挣了点钱，就回到家乡，开了此逆旅。助人的逆旅，却不见在大路边，
而造于荒野深处，为何？那不还得问你们这些官差吗？什么意思？为庶人之乱，平息好几年了，可有些弊政，朝廷一直都没有彻底扫除，尤其是下边，苛捐杂税太多了。就比如说我开着小店，1年12个月，月月都得交各种税，就连鲜有人出门的正月，也得交税。所以呢，我就把这小店儿开到这荒野深处，住的人虽然少了点，但跟交的税比起来还是划算的。你是在逃税啊？不，也不能这么说呀。该交的税我还是都交了的，啊，可是那些苛捐杂税，恕难从命啊！这我要是交了，岂不是在滋养硕鼠？说得好啊！我的意思是，你这话倒也算是发自肺腑，啊，但也只能在这荒野逆旅中说说，不然。明白，多谢县尉提醒。是不是该我了？你就不要耽误功夫了。哎，你这县尉，是不是瞧不起我呀？弥陀的致命之伤，乃脑后受重击所致。你上了年纪，应没那么大力气。啊，你明察秋毫，明察秋毫。哎，我问你，那姓苏的，是不是对你不好啊？还凑合。让你穿得如此寒酸，你还说凑合？像你这样的伙计，着实难找，当格外珍惜。姓苏的，哎，你以后对老人家好点儿。听见了没有？苏吴凌风，别我喝你点酒你都舍不得，还有那个鸡。你行了，都听县尉的，都听县尉的。那还差不多。除2名女子、店主和老伙计外，你们所有人都走过来，把右脚踩进去。你先来。没我事儿吧？给我松绑吧！少废话！我就不用去了吧？我一直睡觉来着。过来。来人，在，去搜查蓝橘子和剑客的房间。是。
凭什么？哎呀，剑客，县尉也是为了缉拿凶手，还大家清白。你别在这儿捣乱，过来。老人家，你带着他们一起去，也做个见证。哎，好，好，随我来。哎呀，县尉仅凭技艺就画得如此精准，佩服佩服。这儿有2串脚印，大小不同，深浅有异。深的这一串，应是那胖子的；浅的这一串，怕就是那凶手的。不用问，这是在你房里搜出来的。就是在他的船铺之下搜出来的。亲眼得见，我可以证明。这一定是有人陷害我。脚印已经对上了，又从你屋里搜出赃物，还想狡辩？再不招供，大刑伺候！我说，雪停后，我去了趟茅厕，出来时，我见弥陀身上并未背行囊，又想他说过，把行囊放下，是来偷你的。那可不行，我这一袋子东西，等你考中进士之后，做10年官的。行囊后，我就躲在了后面，趁大家出门之际溜回了房。我真没杀人，我就是个书生，我手无缚鸡之力啊！我，你以为你教举子就是个书生啊？我看你就是个无赖。说，把凶器藏哪儿了？我没杀人，哪儿来的凶器啊？你就不怕我用刑？我真没杀人，用什么刑啊？荒野逆旅，确无刑具，只能打了。再不招供，乱棍打死！是。哎，等等，等等！剑客、山人，还有姓卢的，你们看着可都不是寻常之辈，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外地县尉草菅人命啊！堵上他的嘴！是。本案已告破，我会连夜赶赴深县县城。明日一早，就将凶手蓝橘子及赃物交由深县县尉处置。如此一来，今晚我们便能睡个好觉了。这都是龙县尉的功劳啊！江山人所言极是，龙县尉，卢某钦佩。龙县尉心怀正义，体恤民情，查案有方，断案如神。到京师上任后，必定大有作为。虽然万年县只有您一位县尉，但我相信您一定会协助县令，把朱雀街以东治理得井井有条。那是，我一到京师，必将万年县的贼盗一扫而光。诸位，我们有缘再会。押上凶犯，走。
贼寇休走！谁喊的？卢某，又如何？贼寇在哪儿？就在眼前。谁啊？冒充县尉者，便是贼寇。县尉，我看这些人全是贼寇，你一声令下，我们全部诛杀。你以为你穿上这身衣服，就是攻下的捕手？是此刻束手就擒，还是让卢某费些力气？姓卢的，你是何人？这么大的口气！你又是何人？竟敢冒充县尉！老大，漏了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龙某又是怎么露的马脚？还是我来说说吧。那些苛捐杂税，恕难从命啊！这我要是交了，岂不是在滋养硕鼠？说得好啊！苛捐杂税确实令人痛恨，但身为县尉，催缴赋税乃重要之责。我提到苛捐杂税时，你的反应与你的身份不符。当然，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彻底暴露。我也并未怀疑，毕竟你仪表堂堂，查案得当，询问干净利落，对比脚印的方法更让人佩服。可惜接下来，虽然万年县只有您一位县尉，但我相信，您一定会协助县令把朱雀街以东治理得井井有条。那是，我一到京师，必将万年县的贼盗一扫而光。你说你是县尉，被提拔至万年县赴任，竟不知京师所辖的万年有6个县尉，分别是司户、司仓、司公、司兵、司事、司法。你这个假冒的，若是真到了京师，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？6个县尉，奶奶的，有那么多当官的做甚？兄弟们，我看出来了，姓卢的和姓苏的必是当官的。先杀了他们俩再说。哎，等会，打架的事儿我可不会。你来。哎，你们不能3打1啊！二位，咱们可早就在一条船上了，你们不去帮帮忙？卢兄，我来助你。多谢。不谢。卢兄，谢谢。你武艺不错，你胜之不武。何出此言？兄弟被擒，我心急如焚，才露了破绽，不然，小娃娃，你早做了我的刀下之鬼了。哼，你们是知道龙某人要打此经过，提前设下的陷阱吧？你们这些当官的好狠毒，竟杀了一个粟特人，诱我上钩。也罢，今日
便是我与妻儿团聚之时。你胜之不武，你们3个打1个。你们也是3个，你还偷袭，更何况人家没有用趁手的兵器。那就拿趁手的兵器再战。你等着！哼。这个假县尉狂妄自大，好好教训他。遵命。动手吧，龙某人只求速死。那不行啊！刚才你审了我们，现在该我们审审你了吧？我本梁家子，韩州云亭县人，家里靠酿造葡萄酒为生。20年前，遇到一个贪横的县尉。征缴各种苛捐杂税，以致营生艰难。我爹被逼得吐血而死。我想为父报仇，百世学艺10年而成。没想到那县尉已经高升，不知道又到哪儿发财去了。我接下了爹酿酒的营生，娶妻生子，也过了几年好日子。结果又来了个县尉，比逼死我爹的那个更贪婪，更豪横。我与他理论几句，便被抓了下狱。他还欲霸占我家祖传的酒窖。我娘子去求他，他却愈加非礼。娘子不堪受辱，抱着孩子跳了河。我在狱中得了消息，想法子越狱而出，将那县尉打了个半死。哎，那你为什么不给他杀了？我虽习武10年，但从来没有杀过人。见那狗县尉家财万贯，我一气之下将其洗劫一空。自此游走江湖，结识了这2位兄弟。他们俩的遭遇也都跟我差不多。我们3人皆痛恨横征暴敛的县尉，所以每到一处必将县尉家盗个精光。不过深县的县尉倒还清廉，家里竟毫无油水，听说是个年轻人，我还真想见他一面呢。家中无油水，就能证明是好官吗？我打听了，去年闹蝗虫，好多田地颗粒无收。这个年轻的县尉散尽家财救灾，这还不是好官吗？哎，行了，先不说别人的事儿，先说说你为何顶着万年县县尉的帽子要去长安啊？听说京师也有县尉，想必油水更大。你胆子也太大了。就是啊，敢假冒县尉，我一进门就看出他不是好东西了。诸位，现在知道我是被冤枉了吧？快给我松绑啊！人虽不是你杀的，但赃物在此，偷东西这事儿没冤枉你吧？
旅途之中有点小偷小摸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你还真是无赖！你一个小女子那么厉害干嘛呀？敢与男人斗狠，以后是要嫁不出去的。嫁人不需要你操心，我先割了你的舌头。樱桃，假县尉龙泰和他2个帮手已经被擒获了，可是杀死弥陀的真凶尚未找到。诸位以为谁的嫌疑最大？反正不是我，也不是我。既然假县尉已经露出原形，那真县尉也就别再矜持了吧。莫非卢兄是县尉？哎，我先去点蜡烛。老费，你在做什么？在石阳的时候，我看那个女巫做草绘演起诗来，甚是威武。我费老神医也想学学练练。我刚才把她浑身上下都摸遍了，并无伤害。这致命伤就在这脑后。你退后。龙泰判断无误，是被重物猛敲后脑而亡。锤子？不是。镐头？也不是，应该是类似于铲子一样的东西。铲子拍死人？弥陀也算强壮，这用铲之人的臂力可不小啊。我觉得这祠堂好像少了什么东西。什么东西？肯定有什么东西不见了。喜君妙笔丹青，对进入眼中的景象可以过目不忘，应该不会判断错。但到底是什么呢？我想起来了，是个珠子。这雕像手指间所持的珠子。哦，对，那个弥陀擦拭神像的时候，他还闻来着。你这么一说，我也想起来了，是有颗珠子。弥陀入住时还在，现在却不翼而飞。再仔细找一找。哎，对，找找。放到哪儿去了呢？哎，苏无名，你怎么不跟着一起找啊？我在想，这个弥陀是粟特人，最善于拾宝，也许就是因为这颗珠子，他才执意要住在这祠堂。有道理呀。宝珠啊，宝珠，谁把你放到这里了？真是暴殄天物啊！弥陀是很小心的，就连喝酒的时候都背着他的行囊。就是因为这价值连城的宝珠，所以他才……如此说来，弥陀因得宝珠而兴奋，故去前厅讨酒。蓝橘子趁机盗取其行囊。那凶手？雪地上并无更多脚印，凶手应是早就潜伏于祠堂之中。谁说进祠堂非要从雪上走了？苏无名，你倒是提醒了我。喜君，还记得初入祠堂时，你说冷吗？我一进祠堂里，也感到阵阵寒意。虽说这祠堂破旧，屋顶漏风，也不罕见，但是那里就有些奇怪了。躲远点。
你这是欺负我们上不去是不是？他看见什么了？哎，樱桃，要不你上去帮我们看看？哎，别听老费的，他在查看脚印，上去的人多了就乱了。这2楼杂物间有个天窗，凶手应是从那里潜入祠堂顶部，跳下去之后杀了米头。那必是轻功了得之人。虽雪地上没有留下脚印，但祠堂顶部和2侧厢房房顶各有1排。可疑的是，从留下的脚印大小来看，并非同一个人。哦，那会是谁呢？人不都在这儿了吗？不对，从我们进店到现在，已经少了2个人，除了女店主，还有那个跑了的老伙计。那个老伙计出了后门，跃上院墙，进了后山的林子，又趁我们不备翻了回来，进了祠堂杀了人。这也说得过去，因为他毕竟是知道米陀就住在祠堂里，但还有另一种可能。系上红绸子应该是在提醒外出的同伙，这店里住了人。同伙回来以后看到红绸子，便绕到了后山的林子，再越过院墙进了祠堂。这也太吓人了吧！而另一串脚印更令人毛骨悚然。剑客刚才说的对，活着的人都在，除非女店主死而复生。女店主死了？那是你来之前的事儿。之前还有命案，你等居然刻意隐瞒。行了，龙兄，还把自己当县尉呢。来啊，把他弄下来，开缸。绳子是完好的。樱桃，人呢？不，尸体呢？那就是这缸有问题啊！玩吐落刀子之时，这口大缸始终敞着盖子，也许就是那女店主故意给自己留的藏尸之处。你分析的对，也许这就是真相。让我看看。
小心啊！放心。还好有这位姑娘，洞口如此窄小，我们这些男人根本进不去。洞内并无浮土，四壁光滑，看来是经常爬行。不出意外的话，那个女店主肯定服用了暂避气息的药物。不对呀，当时我亲眼看见那个匕首刺入她的胸膛，我们离那么近，那血流的，江山然，还沾了你一手呢。唉，这都是雕虫小技，弄2个血包，前胸后背一放，用那土罗刀子一挤，不就压出来了吗？现在最重要的是，这家店不能再住了。如老费刚才所言，若服用了暂避气息的药物，等他醒后，便利用这条地道从柜台后面钻出，再趁人不备上了2楼，就可通过杂物间的天窗到祠堂的屋顶。是他杀的米陀，但因我去得及时，他没顾得及藏尸。有这种可能，但从米陀抱着酒食回到祠堂，到被杀，再到尸体被发现，时间很短。可杀了人的女店主藏到哪儿了？你我雪中抒怀之际，那动静，你可曾听到？谁在里面？出来！快出来！我听得很清楚，确实是祠堂方向。现在想来，那声音不应来自祠堂之内，而是祠堂地下。地下似有空洞之声，但并未找到入口。哎呀，这魔家店真是挂羊头卖狗肉，这荒野逆旅压根儿就是为了掩人耳目所建。盖这么多房子，就是为了掩人耳目，这是要做多大的买卖呀？老费少给了鸡钱。伙计不让走，女店主却要放他走。我们想住店，既被他逼着要亮出绝技，他又要出高价，其实就是在撵我们走。由此看来，他开这逆旅绝不是为了赚钱。没错，此地之前根本没有什么荒野逆旅，除了这个祠堂，所有建筑都是新建的。你这店开了也得有7、8年了吧？啊？我的意思是，应该存有陈年佳酿吧？当然，好眼力。我这店开了得有10年了，自然有陈年好酒。山人如此问，是在试探那女店主。苏兄，好机灵。试出他在说谎，却没有道破。我所寻答案，并非如此简单，所以，我才会耐心等待。有耐心，有定力，让人敬佩。就连女店主假死都没能让你亮出自己的身份。卢县尉早就看出你并不是什么修炼之人，
这店开了得有10年了，自然有陈年好酒。上菜。这山人有来历，不知是敌是友，不如邀他同席共饮，一探究竟。江兄，方才见你幻术了得，竟能画出阳线书生的意语，着实神奇。在这风雪之夕，相逢这荒野逆旅，可否联席共饮啊？原来江某从未逃出过2位仁兄的法眼，还一直装模作样，真是惭愧。我等受审之时，卢县尉曾说自己叫……我叫卢无名，而苏兄说我姓苏，叫苏凌风。如今，卢县尉已道出自己的真名，卢凌风。若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苏兄的真名应是苏无名。正是。还真是2位仁兄，你们在长安屡破奇案，威名早已传至深县。今日得见，江某3生有幸。那就也请江兄报上真名吧。深县县尉江卫。又一个县尉，加上这个曾经的长安县尉，真真假假，一共4个县尉。这今天真是到了县尉，而被世人俗称为雪窝子。数十名工匠，我说厨房里怎么会有那么多副碗筷？那么多人，该不会是来盗墓的吧？这里是6朝金刚寺遗址，应该不会有古墓在此。挖金，姓苏的，之前你说的葱了卸了的，不就是指这山上有金银吗？贾兄好耳力啊！但我记得我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你应该在屋里跟米陀喝酒了吧？我突然来了这么多人，那不得听听啊？哦，在这里盗挖金银倒是有可能。苏兄，可否再让我看看这吓人的神像？他手指间是不是还有个珠子？原本是有的。那就对了，这是白眉仙，是猎宝人供奉的。猎宝人啊，就是收人钱财，专门为雇主寻找宝物的那些人。正是，这些人只认钱，且不择手段，所寻的宝物都价值连城。我曾听说，当初的和氏璧制成传国玉玺前，有人为寻它出过10000两黄金。等一等，啊！接着，建元19年。建元是苻坚的第3个年号。没想到这祠堂真的是6朝时所建。进院之时，你我就觉得这祠堂古怪。你不是说这里是什么金刚寺遗址吗？佛塔，这祠堂应是佛塔最顶上的一层。我从小就画长安的大雁塔，怎么早没想起来啊？江县尉，深县可曾发生过大的地动？有。县志所记，隋末地动，天崩地裂，房屋尽毁。现在看来，
是六朝时的金刚寺因地动而陷入地下，只剩下最顶上的一层。那些所谓的猎宝者在荒野见此逆旅，就是为了盗取寺中的宝物。但他们无法避免客人来投诉，那女店主便玩起了赌命游戏，好驱逐留宿的客人。我查到了，魔石大师的蛇舍利。大师号称天下第一讲经人，圆寂后蛇化舍利。这本书中记载，那舍利的一半存在杭州的惠岸寺，而另一半就藏在大师生前曾化道成佛的金刚寺。这得值多少钱呢？我唐人以为，魔石大师的蛇舍利，仅次于佛祖舍利，乃无价之宝。此宝我亦有耳闻。既如此，那祠堂内定有潜入地下的通道，待我再去找。新鲜的血迹，定是凶手杀死弥陀后逃离时留下的。这是在深县境内，江县尉说是要缉凶，陆某愿助一臂之力。多谢卢县尉，江某定要缉拿真凶，还要寻找那几十位工匠的下落。哎，且慢！从厨房所备的食材和那些碗筷看，下面的人可不少啊。二位下去是不是有点势单力孤啊？那些所谓的猎宝人都是穷凶极恶之徒。诸位可愿帮忙？江县尉，龙太及他的兄弟，可否戴罪立功？我虽无权免除你冒充县尉行偷盗的罪责，但若你擒贼立功，向州府移交时，我定会为你说明。哎，帮我松绑吧！我虽不会打架，这下面若有大批财宝，我可以帮着运上来呀。老米是我的朋友，抓杀他的凶手，必须算我一个。我愿为先锋，只是宝物须有我一份。如此甚好，剑客，你与龙凌风开路，江县尉断后，给他们松绑。你撒过来，快！哎呀！
外面被人锁了。我们的运气不太好啊！若是砸锁，必会闹出动静。他们若有埋伏，那可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啊！下面的人听着，我家主人菩萨心肠，不想要尔等狗命。可惜呀，玩土罗刀子都吓不退你们，我就只好做恶人，送你们去见阎王了。坏了，后路被封，好像是老伙计的声音。就上面的，赶紧杀回去。他就一个人，不能对付。来不及了！你们没发现吗？这楼梯上撒有桐油，他这是要用火攻啊！千万别出动静，以免打草惊蛇。这里空间狭小，上面还有火，我们定会被烧死的。哎，走吧。陆凌风，你们不要慌，义兄早有安排，贼人已被制服。苏兄运筹帷幄，张某佩服。小事，来，快想想办法，看怎么把这门打开。我来。让开！你们竟然活着来这里了！我们到底该怎么称呼你？女店主、魔家娘子，还是猎宝人？哼，将死之人，叫我什么都是遗言，我不计较。娘子，玩土罗刀子你输了，可得认账。你我何时洞房花烛啊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占我便宜？山人，你怎么也和他们一道？这荒野逆旅出了人命，成了是非之地。你一个世外之人，为何不走？站在你面前的并非山人，而是本县县尉。你是官，还是县尉？我真傻，竟因为你，没要了这些人的命。怎么，我们还得感谢你的不杀之恩呢？你们住我的店，喝我的酒，吃我的菜，我想要你们的命难吗？你这个小丫头，算是走过江湖。你用永安丹试了水，试了酒。等一等，可倘若我在你们吃的菜食里面下毒，你试得出来吗？有点本事啊！连我们用了永安丹你都知道。你们住的那2间上房，只要睡上1晚，明早一醒来，你们都会变成瞎子。再高的武艺，我取你们性命有何难？哼，摩罗香，玩上1晚就害人瞎眼，你也太阴损了吧！这么说，你安排我睡柴房，我还得谢谢你啊！我想取他们的狗命，易如反掌，都是因为你来了，我舍不得你死，才敢用土罗刀子，想吓跑所有人。哎，我说啊，江县尉，你一进店，他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，他看上你了。你若不是县尉，8成他要招赘你做他魔家店的男主人呢。
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的声音也好听，如同仙人一般。花痴啊！你真是县尉？正是。深县县尉姜威问讯于你。深县工匠34人，现在何处？看来真是。你几岁了？回答我。工匠何在？可安否？你有23吗？倘若我阿弟还活着，今年就应该是这个年龄。小时候我问他，你长大了最想做什么？他说，最想当县尉，捕贼之官最为威风。你在上面的荒野建逆旅，是因为你们发现了这沉于地下的金刚寺，所图是魔石大师的舍利吧？你还真是博学呀，又被你说中了。猎宝人，拿人钱财替人寻宝，只是这次费了点功夫，耽误了半年。你们这些猎宝人跟盗贼有何区别？你阿弟就算不死，也会受你的牵连，无法考取功名，更无法当上县尉。你以为我们想做猎宝人吗？想当年，我爹还是游击将军，却无端遭人陷害，要被满门抄斩。若不是及时逃跑，我和我阿爹的命早就没了。只可惜，我的阿弟，这些狗官，竟把一个11岁的孩子自天后晚年，朝廷动荡，告密盛行，就连边陲军中亦不能幸免。我能看出，诸位应该都是军中的老人。如今，新天子已登基，大赦天下，你们为何不设法鸣冤，还自己清白之身？来不及了，杀过的人太多，清白不了了。谁要什么清白之身？跟着猎宝祖师载下来的经典银艇都快堆成山了。我们这些当官的，哪个敢说比我们更有钱？诸位，都怪那假冒山人的县尉长得像我阿弟，我才没在上面要了他们的命。现在只能麻烦大家一起动手了。前金吾卫中郎将卢凌风在此。各位老兄弟，阶层效力于军中，但凡手上没命案者，可缴械投降，我必倾力保其周全。嫡公弟子苏无名愿做保人。姓卢的、姓苏的，既然你们抢着送死，我就成全你们。卢凌风，降者不杀，速战速决。这个你得交给我。
找到了，找到了！我终于找到了，终于找到了！女儿，兄弟们，祖师救命啊！祖师救我们！女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早就告诉过你，不能发善心，怎么就记不住？亏我好心赠你御寒冬衣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？老人家，要不送您件衣服？得嘞。你的言行已经玷污了魔石大师易经辩经化道成佛的圣地。魔石，老和尚确实了不起，舌头化成了舍利。你可知这一小块雇主出了多少钱？你也曾是游击将军。怎么会被利益驱使，做出这样的事情？与你何干？祠堂里的粟特商人，是你杀的吗？我想吃栗子了，去镇上买，回来发现院门上系了红绸子，知道住进不少人，就只能走房顶了。我想问你，营造客栈的深县工匠，如今何处？工匠，他们给我造了客栈，我给他们选了一块有山有水的好地方长眠，我们互不相欠。你把他们都杀了，那可是34条性命。比起我费尽千辛万苦寻得金刚寺遗址相比，死几个人算什么？老贼，杀人如麻，罪大恶极。二位兄弟，随我拿下！好，下来！老费，你可认得这凶手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你不是博学吗？成天看那些志怪笔记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？我也没见过这玩意儿。这里在地下，莫非什么？莫非是传说中的符术？地下有3大凶手，一为网相，二为搏击，三为符术。这符术长得似猪非猪，似羊非羊，最爱吃死人的脑髓。可有降服此兽的奇招，再拖下去恐怕来不及了。及时攻！看我干什么？我又没办法。我现在身上也没胡椒，再说了，就算有也不一定管用啊。地
下凶手。义兄，你在想什么？松柏。松柏？你想想，下葬的时候，人们为什么愿意把坟地选在有松柏的地方？就是为了克此凶手。哎，对，试一试。樱桃，去砍那柏木，削的锋利些。可恶！竟害我宝树的性命！你专干丧尽天良之事，眼里竟然还有性命！当了一辈子的猎宝人，被同道中人尊称为祖师，没想到竟折在你们这些小辈手里。得了吧，还祖师呢？连醒酒猪你都认不出来？醒酒猪？哎，不知道了吧？我说说你听听，世上有9大奇猪，它们是济世猪、避尘猪、上清猪、青泥猪、聚宝猪、消省猪、蛇猪、魅猪、醒酒猪。嘿嘿，你们宫的那个白眉神手上拿着的一颗，就是散发着茶味儿的醒酒猪，不知道了吧？怎么回事？仙人原来所持的护佑珠遗失了，后来我们在塔中随便找到一颗珠子，就给安上了，谁也没当回事啊，爹。哎，你不是当过游击将军吗？何谈一辈子猎宝？我生于猎宝之家，游击将军是我花钱买的，后来要被满门抄斩，那是因为我劫下了康国的贡品。女店主，你都听见了吧？是，前些年朝廷确实混乱，但在此事上并没有冤枉他。你阿弟之死，也是他造成的。还有，各位军中的老人，想必是受他蛊惑走向邪道。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大不了我们一起死！
了，下一代猎宝祖师会是我。爹，爹，爹，爹！手上拿着宝物！呀！你个假县尉，还是留点力气想想怎么逃吧。卢县尉，年纪轻轻，武艺了得，我很佩服。但是你累了，更何况我一直在研究你的招式。此时此刻的你想要赢我，那就是自不量力。我就不取你性命了。诸位，后会有期。爹，爹！深县县尉姜维，问讯于你。工匠34人，尸体何处？后山林中。报上姓名，及地，自负双手，随本县尉归案。若有反抗，杀无赦。山人就不费你心力了，你真的很像我阿弟。这深沟应是地裂所致，深不见底啊！这女店主，哎，老费，你那匹马应也是葬身在这沟底了。此女子也是个可怜之人。这个时候怜香惜玉，即便真诚，也还不如不说呢。咱们还是赶紧回上面吧，我好给你治伤。快，走。哎，你们两个，过来，帮忙，把他抬上去。哎，小心！你们为什么刺杀卢凌风？何人指使？
大侠，若飞，救人呐！樱桃伤得不重，济世公说养几天就能痊愈。龙太伤得过重，不知是否能保住性命。苏明，你在那2个人身上搜出了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搜了那么久，他们是冲我来的，我理应知情。是啊，义兄，你就告诉他吧。这是从贾不离身上搜出的金饼，这是从蓝橘子身上搜出的文书。这金饼啊，和这个文书上的这个定金正好相符。我想啊，这2个人应该是猎命郎君。什么是猎命郎君？就是收钱替别人要仇家性命的那些人。可我并无仇家。也许啊，那2人认错人了。这信笺可不是常人用的。这信笺乃东宫专用。现如今，新天子已登基，之前东宫之物就有可能流落民间，被心怀叵测的人所盗用。你别多想啊。他想杀我，为何不直接将之？薛，让他自己静一会儿吧。被害工匠的尸体，均已在后山找到了，这桩案子也算结了。还要多谢苏兄和卢县尉的鼎力相助。客气的话就不说了。快点儿，听话。江县尉，这个是那个所谓什么猎宝祖师的驴，就拴在后边树林里。我的马呢，摔死了。你看能不能？好，我做主，送你了。谢谢。还要多谢费神医为我治伤啊。哎呀！不必客气，不必客气。咱们是同生死、共患难的，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啊！在这荒野逆旅，有幸与诸位结识，深感荣幸。卢兄虽被贬云顶，但我相信，终有拨云见日之时。苏兄亦然。我江某在深县等着听你们的好消息。来，我敬大家。卢兄，江某还有一事相求，请说。卢兄既往云顶，必路过韩州，可否将此舍利交由韩州惠安寺，使魔石大师的舍利合二为一？你们范阳卢氏那都是谦谦君子，重信
守诺。人家江县尉是信任你们范阳卢氏，所以才有此重托。正是。既如此，卢某必欲成此事。多谢。你们慢喝，我去给龙太送饭。这个龙太怎么办？那日情急之下，我喊了他一声大侠，但现在也不后悔。他确实是个好人。今日来，本应将其提走，可又下了雪，路滑。明日一早，我给大家送行之际，再来提他也不迟。啊，没事，反正他捆着呢，跑不了。来，我们一起敬江县尉。来。怎么回事？哎对啊，那个贾县尉太可恶了！我好心给他换药，他挣脱了绑绳，把我捆上了，他跑了。